别划走。你以为那几秒钟的快感是免费的？错，那是你用命在支付的利息。你每一次放纵，都在你的生命账户上划走一笔不可逆的寿命额度。脱发、失眠、脑子生锈、一动就累、眼神涣散、脾气暴躁、社交恐惧，连自己都讨厌自己，这些不是压力大，不是年纪轻，不是太拼了，这是你神正在散。你不是累了，你是被掏空了。点个赞，收藏这条视频。这不是鸡汤，这是你身体最后的自救指南。今天我用最狠的话把你从深渊里拽出来。你有没有发现你以前不是这样？3年前你还能熬夜写完3页 PPT， 第二天照样冲去健身房。你敢在会议室里拍桌子怼老板，你敢追一个女生，哪怕被拒10次，还笑着说再来。你敢一个人背起包说走就走，你眼里有光。现在呢，你连起床都要刷5条短视频才能给自己心理建设。你一说话就怕别人嫌弃你，你一加班就头晕眼花，脑子像塞了棉花。你照镜子不敢看自己的眼睛，你甚至不敢想我到底怎么了。你不是懒，你不是没志气，你是神散了。中医说精泄则神散，这句话8个字杀掉无数年轻人。你听不懂，那我用你听得懂的话告诉你，你射出去的不是精液，是你的命。你以为那是蛋白质加水，吃2个鸡蛋喝杯牛奶就补回来了。你当你的身体是超市货架，缺了啥扫码补货就行。你当你的命是拼多多砍一刀，多点几次就能白送。你太天真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身体里藏着什么。你身体里藏着一个国家金库，这个金库不靠税收，不靠 GDP， 靠的是你父母给你的出厂电量。你出生那一刻，你爸的精子，你妈的卵子，融合了宇宙最精密的能量，那一滴精藏着能造出一个完整大脑、5脏6腑、独立意识的核能级生命燃料。你每一次放纵，不是在排泄，你是在强行炸开金库大门，把国库里的黄金一车一车拉去卖废铁。你以为你卖的是精液，其实你卖的是你未来10年的清醒、10年的斗志、10年的财运、10年的桃花、10年的寿命。你每射一次，就等于在你的生命信用卡上刷爆一笔，没有额度，没有分期，没有还款日，只有死亡倒计时。你再想想，为什么顶级运动员比赛前禁欲？拳王阿里赛前1年不碰女人，乔布斯年轻时去印度修行，练的是断欲。华尔街那些操盘100亿的金融巨鳄，凌晨3点还在盯盘，却从不沉迷女色。他们不是清教徒，他们比谁都懂人性，他们比谁都清楚那几秒钟的快感会瞬间摧毁你10年的专注力。那一次放纵会让你在关键决策时脑子像卡顿的旧电脑，反应慢，判断错，意志崩。他们不是不能享受，他们是不敢，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强者不是欲望的奴隶，是能量的主人。你再想想，为什么古人说1滴精10滴血？他们不懂显微镜，他们不懂 DNA， 但他们用3000年临床观察看透了生命的本质。你今天觉得科学是分子式，古人知道生命是能量的流动。你射出去的不是液体，是你身体里最浓缩、最珍贵、最不可再生的能量。它不是排泄物，它是你生命的底座。你敢不敢现在就照镜子，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浑浊发黄无神，不敢直视别人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肝血靠肾经滋养，你肾经空了，肝血就枯了。你的眼睛就是你生命能量的晴雨表。那些纵欲过度的人，哪怕20岁，眼神也像60岁，死鱼眼，飘忽，敢看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散了。你不是害羞，你是内在空了，你不敢对视，是因为你怕别人看穿你，你连自己都骗不了，还怎么骗世界？再感受一下你的脑子，是不是记不住事儿？刚说完的话，转头就忘，看书看10分钟，就开始刷手机，工作1小时，头像炸了。你觉得自己老了？不，你是在把脑髓一滴一滴顺着下半身排出去。黄帝内经说，肾主骨生髓，脑为髓之海。你的大脑是肾精化生的，你每一次射精，本质是把你的脑脊液、你的神经元营养、你的记忆存储介质排出去。你不是在释放压力，你是在亲手抽干你的 CPU 内存条。你现在的注意力像被风吹的蜡烛，摇摇欲坠。
你不是专注力差，你是脑髓空了；你不是记忆力下降，你是你的大脑正在被你当废品卖了。再看你的心理，你是不是越来越胆小？以前敢吵架，现在连老板多看一眼你都心跳加速；以前敢表白，现在连和异性说话手心都出汗。你变得敏感、自卑、易怒、抑郁，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可你明明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肾经空了。中医讲肾藏志，一个人有没有野心，有没有一往无前的胆魄，有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狠劲，全靠肾经撑着。你肾经一空，你的志气就断了，你的气场就瘪了，你骨子里透出一种虚弱的猥琐。哪怕你穿阿玛尼、开保时捷、住豪宅，别人一眼看过去，心里想的都是这人靠不住，能量太弱，没根儿，容易崩。你不是输在能力，你是输在你没有生命磁场，你没有气，你没有神，你只是个被欲望掏空的空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越放纵越睡不着？你睡10小时，醒来比没睡还累，骨头缝里像灌了铅，腰酸的像被车碾过，站久一点腿就软。你不是亚健康，你是肾阳崩了，你身体在报警，你的国库已经空了，你五脏六腑每天辛辛苦苦把吃进去的食物化成营养，把最精华的那1%像上交国库一样送进肾里。肾是你最后的保命底牌，你放纵一次就等于把国库的黄金当纸币烧了。你烧一次，五脏六腑就少1分本钱；你烧2次，肝就缺血；你烧3次，心就虚火；你烧5次，脾就运化不了；你烧10次，你的身体开始反向压榨自己。就像你熬一锅大骨汤，最精华的是骨髓，你把骨髓抽干了，再怎么煮汤也是清水，你的身体就是这锅汤。你把骨髓抽干了，你剩下的就是一具会呼吸的尸体。你再看你的脸，是不是油得能炒菜？是不是痘痘爆了像火山喷发？是不是头发一梳就掉一把？是不是口干口苦，口腔溃疡反复发作？你是不是明明很累却睡不着，一闭眼脑子里全是黄色画面？你不是上火，你是阴虚火旺。中医讲肾主水，肾经是水，水不足火就乱窜，虚火往上烧，烧你的头，脱发长痘，烧你的嘴，口苦溃疡，烧你的胃，反酸胀气，烧你的神经，焦虑失眠幻觉。你身体像一台没油的发动机，还在120码狂飙，它快炸了。你每天刷短视频，不是在放松，你是在精神吸毒。那些擦边视频、挑逗文案、露骨图片，不是娱乐，是资本为你设计的精气神收割机。他们的算法精准到你每一次心跳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榨干你，再榨干你，榨到你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你刷一次就交1次生命税，你沉迷一次就少1分命运本金。你用黄金换纸巾，你用命换快感，你活成了这个时代最可悲的人形电池。你看看你周围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他们的眼神是什么样的？锐利、清澈、稳定、有光。他们走路像带着风，他们说话不急不躁，却字字千钧。他们不靠香水，不靠名牌，不靠滤镜，他们身上有一种天然的威压感。你靠近他们，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精满，因为他们的肾是满的，他们的神是聚的，他们的气是稳的。而你呢？你穿的再贵，也掩盖不了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猥琐和虚弱。你不敢看人，你不敢谈未来，你连自己都嫌弃。你不是穷，你是命穷；你不是没钱，你是气穷；你不是没机会，你是没资格。因为好运只流向有能量的人，你连自己都撑不住，谁敢信你？谁敢把项目交给你？谁敢把女儿嫁给你？谁敢跟你合伙创业？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了，还谈什么掌控人生？你还在用大家都这样麻痹自己。平庸的人当然都在随波逐流，他们不是不想改变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你甘心吗？你甘心在25岁就拥有60岁的身体？你甘心在30岁就变成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废人？你甘心看着别人用饱满的精气神去拿财富、拿地位、拿爱情？
你甘心在你最该发光的年纪，却像一盏快熄的灯，苟延残喘？如果你不甘心，现在立刻马上听好，这不是建议，这是你最后的救命指令。你要的不是戒掉，你要的是封藏，水池子不堵漏，你倒多少水都流光，你身体的漏斗不焊死，你吃再多补品都是喂狗。第一步，心法炼精化气，不压制，要转化，别再跟欲望打架了，你越压抑，反弹越狠。中医不讲戒欲，它讲导欲，你体内的那股能量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生命之火，错的是你的方向。当那种燥热感上来，手想摸手机，脑子想看片，立刻停下，深呼吸3次，在心里默念，这股能量是我的命，它不是用来泄的，是用来燃的。然后做50个俯卧撑，冲个冷水澡，拿起一本你根本看不懂的哲学书，大声朗读，去跑步，跑到肺要炸，去写到手抽筋。你把这股能量从向下泄，强行拉到向上燃，你把它注入你的大脑，注入你的学习，注入你的健身，注入你的事业，你会发现你的专注力暴涨300%，你的记忆力像开了外挂，你的眼神开始发光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顶级精英能在重大决策前爆发出超人般的创造力。他们不是天赋异禀，他们只是掌握了能量转化的终极密码。欲望不是你的敌人，你不会引导它，才是你的死穴。第二步，作息，睡子午觉，是补药里的核弹。你一边熬夜刷视频，一边喝枸杞水，你一边射精，一边吃阿胶，你一边抽干骨髓，一边买补品，你当自己是傻子吗？天地有阴阳，人体有节律，子时23点到1点是一阳出生，天地换气，这是你身体唯一能自我修复的窗口期。你在这个时间不睡，你的肾就像被放在火上熬的汤，熬1小时，精华蒸发一半，熬3小时，汤干了，锅也裂了。午时11点到1点，心经当令，哪怕你闭眼躺15分钟，不看手机，心肾相交，水火既济，你这一觉胜过10瓶6味地黄丸。你不是缺补品，你缺的是顺应天时的睡眠。从今天起，23点前必须躺下，手机丢远点，睡前1小时不看任何刺激内容，哪怕你睡不着，也要闭眼躺着，你的身体会自己修复。你不是在早睡，你是在给你的命续命。第三步，饮食，别信天价补品，信五谷杂粮。你是不是总想买什么海参、燕窝、鹿茸？醒醒，你脾胃早就废了，你天天吃外卖、冰啤酒、辣火锅、奶茶、炸鸡，你的脾像被硫酸泡烂的布，它连饭都化不了，还指望它化精。中医讲，脾为后天之本，肾为先天之本，后天不强，先天再好也补不回来。你吃10斤阿胶，不如一碗黑豆黑芝麻糊，黑入肾。黑豆、黑芝麻、桑葚、核桃、枸杞、山药、芡实，这些才是真正的补药之王。做法，把黑豆、黑芝麻小火炒香，打成粉，每天早上用开水冲1碗，不要加糖，不要加奶，细嚼慢咽吞下去，连渣都咽。你不是在吃东西，你是在把宇宙的生发之气吞进你的骨髓里。但前提，你必须先养好脾胃，戒掉冰的、辣的、油腻的、甜的，吃饭7分饱，细嚼慢咽30下，饭后不躺，走10分钟。你不是缺营养，你缺的是消化能力。没有脾胃，补药就是毒药。第四步，功法，3个动作焊死你的生命漏斗。你体内虚火乱窜，上面长痘、脱发、口苦，下面腰酸、腿软、怕冷，你不是上火，你是火没根。你要做的不是清火，是引火归元，把乱窜的火引回肾里。我教你3个动作，每天做100天，你脱胎换骨。第一个，提肛。乾隆的长寿秘诀，无论你在哪儿，等电梯、开会、开车、蹲厕所，吸气，用力收缩肛门，像要把内脏往上提，憋气3秒，呼气放松。1天100次，别嫌土。这是最顶级的固精功法，它能焊死你下半身的漏斗。你做1次，肾就多1分底气。第二个，8段锦，
双手攀足，固肾腰，站直，吸气，双手从体侧上举过头，呼气弯腰，双手尽量触脚尖，头尽量贴膝盖，保持5秒，再吸气，慢慢起身，重复6次。每天早上做一遍，它能拉伸膀胱经、肾经，让气血重新灌进你干瘪的腰。第3个，站桩，引火归元的终极法门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微微屈膝，像坐在一张隐形的椅子上，双手环抱胸前，像抱着一个大气球，闭眼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脚底，想象有一股暖流从地底顺着你的脚心往上走，经过小腿、大腿、小腹、丹田，你可能会腿抖，你可能会想放弃，但只要你坚持7天，你会感觉到脚底发热，你会感觉到小腹温热，你会感觉到一股暖流像温泉缓缓升腾。这就是引火归元，你把向外泄的神收回来了，你把生命能量闭环了，你开始重生。记住，改变不是戒掉，是百日筑基。中医说，身体要重写底层代码，至少100天。这100天，你必须像一个苦行僧，不看擦边视频，不熬夜，不纵欲，不刷手机到凌晨，不找借口，不原谅自己。你不是在减肥，你是在夺回你的命。当你真的熬过这100天，你的眼睛会亮得像刀，你不再躲闪，你敢直视任何人，你的头发会重新黑亮，你原本油腻的皮肤会变得干净透亮，你不再嗜睡，你醒来像刚充完电的电池，你不再怕社交，你走进一个房间，别人会不自觉的安静，你说话声音稳了，你走路脚步重了，你的眼神有了光，你的气场变了，你不再求人，你开始吸引人，你发现好运突然来了，贵人出现了，机会砸到你头上，你开始被信任，你开始被需要，你开始掌控人生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生命能量学的终极真相。精满则神旺，神旺则气足，气足则运开，运开则财富、健康、爱情、地位自动追随。你还在等什么？等你35岁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肾衰竭，秃得像和尚。等你老婆嫌弃你没劲，孩子怕你，老板看你像看废物。等你躺在病床上，后悔自己年轻时为什么没听这一句话。精泄则神散，你射出去的不是精液，是你的命，是你的未来，是你的尊严，是你的气场，是你的财运，是你的桃花，是你本该拥有的巅峰人生。从今天起，关掉那些让你堕落的 APP， 拔掉电源，扔掉手机，站起身，去呼吸，去流汗，去读书，去搞钱，去练功，去封藏，去炼精化气，去引火归元，去拿回你本就该拥有的开挂人生。你不是废物，你只是被掏空了。现在是时候重新填满，别等了，你再等，命就没了。现在立刻马上去提纲，去站桩，去睡觉，去吃黑豆，去把你的神收回来。你的人生从这一刻重启，去活成一个气场全开、光芒万丈的人，而不是一具被欲望榨干的行尸走肉。你配得上更好的命，现在去拿回来。